大婚当日，夫君新寡的嫂子溜进新房，代替我与夫君圆了房。被撞破后，我不依不饶，嫂子名声尽毁，被送往道观。我如愿成为世子夫人。夫君继承国公之位后，我突发重疾，口不能言。一贯疼爱我的夫君揪着我的头发，将我从床上拽起。就凭你在大婚当日欺辱苏苏，罪该万死！要不是看在沈家军火的份上，我岂会用慢性毒药让你多活1年？如今沈家私通外敌，满门抄斩。现在轮到你了。嫂子怀里抱着孩子，脚捻着我的手，笑得灿烂。弟妹，你当日羞辱我，如今我以德报怨，留你一个全尸。到了下面，别忘了感谢我，世子夫人之位我就收下了。在毒发的剧痛中，我七窍流血而亡，死后尸体被野狗分食。在睁眼，我回到大婚那日，我正在前厅给宾客敬酒。萧云舟突然捂着头说头晕，要先回房歇着。我没拦他，转头就拉着爹娘唠起了家常。我的贴身丫鬟巧一看见我，吓得手里的茶盏哐当一声摔在地上。小姐，你咋在这儿啊？她手指着新房的方向，声音都发颤。那刚才进洞房的人是谁啊？我皱起眉，一脸茫然。什么洞房？我舍不得爹娘，一直跟他们说话呢。满座宾客瞬间静了下来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懵了。娘亲最先反应过来，脸一沉。今天是我女儿大婚的日子，哪个不知廉耻的敢来造次？我沈家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国公夫人眼神里闪过一丝心虚，却强装镇定。亲家母说啥呢？婚宴人多眼杂，说不定是这丫头看错了。上一世她就是这么帮萧云舟打掩护的。国公夫人原本是歌姬出身，原国公夫人早逝后，府里就她生了儿子，这才被扶了正。萧云舟的大嫂张苏苏是她的亲侄女，嫁给先世子刚1年就守了寡。萧云舟得了世子之位，国公夫人还不满足，非要让自己侄女坐上世子夫人的位置。可我和萧云舟的婚事是圣上赐的，他们没法明着改，就想出了这么个下三滥的招数。哪怕当年被我撞破木已成舟，我也只能忍气吞声，跟张苏苏共侍一夫。我正想着，爹爹沉声道：“既然是误会，那老夫就亲自去看看，到底是怎么个误会法。”爹娘护着我一路往洞房走去，宾客们也跟着凑热闹，都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房门砰的一声被踹开，屋里的萧云舟衣衫不整，慌忙抓过一件外袍给身下的女人披上。她脸色铁青：“你们这是干啥？闹洞房也得有个分寸。”洞房？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新娘子在这儿呢。萧云舟看向我，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。瑶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赶紧从床榻上下来，又看向怀里的女人，辩解道：“瑶瑶，我素来有认不清人的毛病，今天喝多了认错人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爹爹气得咬牙：“大婚当日跟别人苟折，我兵部尚书的独女，岂容你这么羞辱？”周围的宾客们窃窃私语，眼神里全是鄙夷。床上那女的看着好眼熟啊，这不就是先世子夫人吗？长嫂跟小叔子搞到一起，这国公府也太龌龊了。听说世子跟新娘子是青梅竹马，她这认不清人的毛病，咋偏偏认错认识10几年的新娘子？我红了眼眶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娘亲心疼地把我搂进怀里，爹爹护着我。爹爹一定给你讨回公道。萧云舟皱起眉，一脸不满：“瑶瑶，多大点事儿，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？还找来这么多人，故意让国公府出水。”见我不说话，他干脆沉下脸宣布：“嫂嫂是无辜的，她都已经失身于我了，我肯定要负责。今天跟我行夫妻之礼的是她，她当正妻，你我是青梅竹马，又是圣上赐婚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明日补行洞房之礼后，你与嫂嫂皆是正妻，不分上下。”平妻说白了就是妾，我真的被气笑了。国公府早就落魄了，到这一代连爵位都不能世袭了。可我们沈家不一样，爹爹从政，大伯从商，家里蒸蒸日上。谁都知道爹爹是兵部尚书，却没人知道我大伯是掌控军火的皇商。军中好多新军队都是沈家造的。要不是爹爹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帮萧云舟谋了威武大将军的差事，还把最顶尖的军备给他管个大军，用他哪能一跃成为人人皆知？现在他倒好，居然有脸让我做妾，爹爹怒极反笑。国公府可真有脸，才风光了几天，就忘了当年是怎么求着老夫给你谋差事的。国公夫人扭着腰上前打圆场：“亲家公这话就见外了。云舟认不清人的毛病，婚前你们也知道啊，就是一场误会，说开了就行。”上一世我就信了他这套鬼话。他流连花丛的时候，我以为他认错了人；他宠幸府里丫鬟的时候，我以为他老毛病又犯了。就连新婚之夜，他跟长嫂当众羞辱我，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，我都以为他是识人不清，身不由己。直到临死前，我才知道，认不清人就是他流连花丛的借口。他对我好，也只是为了踩着沈家100余口人的性命往上爬。等沈家没了利用价值，就是我们全族覆灭的时候。娘亲嗤笑一声：“国公夫人，你当我们沈家都是傻子，看不懂这里面的弯弯绕绕，连认不清新娘子的衣裳首饰也能认。”张苏苏一听这话，赶紧裹着萧云舟的外袍下床，扑通一声跪在众人面前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沈夫人，要怪就怪我吧，我想着云舟大婚喜庆就穿了红衣，是我糊涂，一时
忍住推都推不开。妹妹，如今你已经是国公府的心腹，我和世子也木已成舟了。你要是还不依夫饶，让两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啊？就算你不为云州着想，也该为国公府和神府想想啊！他哭得梨花带雨，看着就让人心疼，仿佛这出小私通的龌龊事不是他干的，反倒我讨回公道成了辱没两家名声的罪人。我脸一冷，毫不留情地戳破他的伪装。你的意思是你冒充新娘跟小叔子私通没做错，倒是我撞破这一切，反倒成了罪人。我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让在场所有人都听见，不少人同情地看着我，对着张苏苏指指点点。沈家姑娘也太惨了，刚嫁进国公府就遇上这种事。这张苏苏脸皮也太厚了，自己做了龌龊事，还好意思说别人不顾脸面。我学着张苏苏的样子，眼泪刷刷往下掉。萧世子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大可以明说，我又不是非你不嫁，你为啥非要等圣旨下来，在新婚夜用这种方式羞辱我？萧云舟慌了神，结结巴巴的辩解：“我没有，真的是误会。”就在这时，沈家的小厮拿着一沓纸跑了进来。老爷，我们在萧世子房里搜到了这个。一张张宣纸被打开，上面全是不堪入目的春宫图。画里的女人跟张苏苏长得一模一样。谁画的，用脚想都知道。爹爹气得脸都红了，狠狠把画甩在萧云舟脸上。这也是认错了。萧云舟脸色铁青。我们堂堂国公府，岂是你们说搜就搜的？沈大人，我明天就去圣上面前参你一本，看你们沈家还能不能这么跋扈。他的话刚说完，啪的一声，一个响亮的巴掌扇在了他脸上。国公也从前庭赶来了。逆子，搜查是我允许的，你做出这种荒唐事，还不赶紧给你岳父岳母跪下道歉？还有这个贱人，立刻绑了，扔去宗人府。萧云舟捂着腮帮子，狠狠地瞪着我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，好像我才是挑拨他们父子关系、破坏婚宴的人，完全忘了我才是受害者。他护住张苏苏，倔强地看着国公爷。父亲，我跟苏苏是真心相爱的，要不是姻缘错配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苏苏一直管着家里的事，钟父交给他我放心。至于沈明月，性子泼辣，根本当不了主。我看在圣上赐婚的面子上，让他当平妻又不是妾，他还有啥不知足的？看着他这副恬不知耻的样子，我胃里一阵翻涌，又恶心又后悔。我以前怎么会看上这么个人？爹爹帮他谋了官职后，他不尊君上，刚愎自用，1个月就干砸了3桩差事。圣上看在爹爹的面子上，没治他的罪，把他发配到西北打仗。是爹爹把最好的军队送到他的军队，他才能打赢蛮敌，衣锦还乡，有了今天的荣光。现在他不仅不感恩，还觉得我该感激他做平妻的位置。我的心彻底凉了。萧云舟见我不说话，沈明月，你要是还想跟我，现在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给苏苏敬主母茶，不然你就只能在国公府偏院守活寡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。哼，国公世子好大的口气，看来是我们沈家高攀不起了。今天我做主，我的明月不嫁了，沈萧两家的婚事作罢。国公也举起旧杖，狠狠砸在萧云舟背上。孽障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他又对着爹爹赔笑脸，深深鞠了一躬。沈大人，这孩子被人蛊惑了，做了出格的事儿，我替他给你赔罪。还愣着干啥？把这个勾引世子的贱人拖去进猪笼！张苏苏吓得脸都白了，眼泪掉得更凶。国公爷，我肚子里已经有国公府的骨肉了，你不能杀！众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神色各异。来参加婚宴的都是人精，宅院里的那些弯弯绕绕谁不清楚？国公夫人这时抹着眼泪上前，老爷，苏苏也是你的儿媳妇，她肚子里是大郎的亲骨肉啊！大郎年纪轻轻就走了，连个子嗣都没留下。听到大儿子的名字，国公爷的态度松动了些。萧云舟在一旁附和：“爹，圣上只说赐婚，没说沈明月必须当妻还是当妾。她不愿意嫁，那是沈家抗旨，跟我们国公府没关系。苏苏肚子里是大哥唯一的骨肉，要是没了，大哥就真的断后了。我娶了苏苏，大哥的孩子也能有个爹，他们孤儿寡母也不会受人欺负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原来他心里清楚，平妻就是妾，宾客们都看不下去了，纷纷嘲讽。说白了就是又想要沈家的势力，又舍不得寡嫂。他就是料定沈家不敢抗旨，故意欺负人家姑娘。爹爹气得捂住胸口，大口喘气，差点背过气去，娘亲眼睛都红了，想替我说话，却被萧云舟的话堵得说不出话来。看着爹娘为我操心的样子，我心疼不已，站出来大声说：“我嫁！妹妹，以后我们一起伺候世子，好好相处，做一对好姐妹。张娘子慎言，我与世子还没行完礼，算不上结婚。”众人都愣了，我一把扯下头上的凤冠，狠狠摔在地上。世子心有所属，我怎么能横刀夺爱？陛下只说萧沈两家联姻，没说必须我嫁给谁。听说国公府有位庶世子，我愿意嫁给他。这位庶次子是国公爷酒后乱性生的，国公夫人扶正后一直不待见他，早就把他扔到乡下庄子里。娘亲拉着我的手低声说：“别委屈自己，就算告到陛下那里，我们也占理。”我摇摇头，陛下早就忌惮沈家掌控军备，想通过联姻把沈家绑在皇室这边。可陛下没儿子，才选中了萧云舟这个窝囊废。我想退婚哪有那么容易？上一世沈家被萧云舟诬陷通敌，满门抄斩的时候，
所有人都躲着我们，只有萧家三郎不顾皇威站出来为沈家奔走。沈家把萧云舟这种烂泥扶上墙，还不如扶持人品端正的萧云锦。我打定主意，朝爹娘点了点头。萧云舟大笑起来。沈明月，你是想当正妻想疯了吗？我三弟就是个小喽啰，我可是威武大将军。你忘恩负义，私通长嫂，这么龌龊的人我可不敢嫁。三公子就算官位没你高，也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比你强上千倍万倍。你想清楚就好。以后我可是国公爷，这国公府我说了算。你要是以后过不下去了，哭着喊着要嫁我，我可不要二手。爹爹正要发作，我拉住他的衣袖。爹爹现在沈家被架在火上烤，要是不完成婚事，陛下肯定会怪罪。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爹爹沉吟片刻，国公爷意下如何？好，好，来人，快去把三郎叫过来。老爷，三公子不在府里。沈明月，你悍妇的名声谁不知道？我三弟肯定是听说要娶你，吓得逃跑了。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做妾，就是抗旨不遵，你们沈家都得死。说着，他竟然上前想逼我跪下给张苏苏敬茶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声通报：圣旨到。我心里松了口气，抬头一看，宣旨公公身边站着的竟然是萧云锦。国公府接旨，萧云舟愣了一下，被国公也拽着跪了下来。奉陛下谕旨，萧国公府世子萧云舟罔顾人伦，与长嫂无美苟合，褫夺世子之位，罢黜威武大将军官职，贬为庶民，永不得入朝为官。张苏苏不守妇道，念其怀有身孕，赐为萧云舟贱妾，终身不得抬位。圣旨宣完，众人刚想起身，公公又说：“慢着，还有一道。萧国公府三公子萧云锦文韬武略，屡立奇功，特封镇国大将军，承袭世子之位。兵部尚书嫡女沈明月温良恭俭赐婚，萧云锦为正妻。”宣旨一结束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公公笑着扶起萧云锦：“萧大人，恭喜你得偿所愿。”萧云舟跪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公公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萧云舟还不接旨。萧云锦身姿挺拔地站在那里，意气风发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的庶子。而曾经风光无限的萧云舟转眼就成了一无所有的庶民，两人一站一跪，别提多讽刺了。萧云舟终于反应过来，嘶吼道：“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打赢了，蛮敌是大功臣，陛下怎么会废了我？一定是你们假传圣旨！”他扑了上去，却被禁军一脚踹倒在地。公公冷笑：“萧云舟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身为守将，一听说赐婚就抛下边疆将士，大张旗鼓回京，你就没想过军队没了主将，战事会功亏一篑？你筹备婚礼这3个月，要是不是萧三公子临危受命，乘胜追击，哪来今天京城的太平？你当将军的时候，强抢民女，逼良为娼，全靠沈家的军队才打赢了蛮夷，还敢居功自傲，这些陛下都看在眼里。”公公每说一句，萧云舟的脸就白一粉。他爬到公公脚边，拽着公公的衣摆：“公公都是误会，我要见陛下，我是要娶沈明月的。”在场的人都能作证，我没有抗旨啊！公公嫌弃地抽回衣摆，一脚把他踹开。皇上赐婚，说明沈小姐是皇上看中的人，你不把她当宝贝就算了，还想让她做妾，你这是打皇上的脸！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国公府早就落魄了，你能有今天的荣光，全是沾了沈小姐的光。你的战功都是靠沈家才来的，换了别人，早就把沈小姐当菩萨供着了。你倒好，往死里糟践，真是愚昧至极。说完，他不再理会萧云舟，对国公爷说：“国公爷介意不说话，陛下有份大礼给你。”不知道公公跟国公爷说了什么，国公爷的脸色越来越黑。另一边，张苏苏闹了起来，她拉着国公夫人的裙子哭喊道：“姑母，我是嫁给世子的，我是先世子夫人，我不要做妾，你快跟公公说说，我肚子里是大郎的骨肉啊！”国公夫人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自己筹谋了半辈子，为儿子争来的前程转眼就没了，自己扶持的侄女一看到世子夫人的位置没了，就急着撇清关系。她越想越气，啪的一声给了张苏苏一个耳光：“你明明跟我说孩子是云州的，怎么我儿子的世子之位没了，孩子的爹也能换了？”这话一出，众人看向张苏苏的眼神更鄙夷了，真是水性杨花，连孩子爹是谁都不知道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先世子遗孀，要是先世子泉下有知，能被他气死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难怪能干出这种事。国公爷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一巴掌把国公夫人扇倒在地。贱人，我把你扶正，对你不薄，没想到你竟然引狼入室。国公夫人捂着脸哭着辩解：“老爷，我没有，我都是被张素素骗了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啊。”国公爷冷笑一声，从袖子里掏出一沓纸，狠狠甩在他脸上：“张翠花，你自己看看，这些桩桩件件都是你干的好事。”纸上写满了张翠花的罪行，还有已经离府的家奴的签字画，压萧云锦的生母难产而死。他在先国公夫人身边养到5岁，后来先国公夫人突然暴毙，张翠花被扶正，找了个借口就把他送到了乡下庄子。国公爷自从发妻去世后就一蹶不振，很少管府里的事。萧云锦一直觉得先国公夫人死得蹊跷，现在自己有能力了，就开始调查，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就查出了国公府一连串的冤案。张翠花曾经送给先国公夫人一个麒麟香木做的装匣，先国公夫人特别喜欢水仙，屋里经常摆着儿西域的麒麟香木和水仙，放在一起混合的香气会产生慢性毒药，长期吸入就会致死。装匣送出去第5年，先国公夫人就一觉睡了过去，再也没醒来。张翠花原本想把养在先伯公夫人身边的2个孩子也一起毒死，可孩子们住在隔壁才幸免于难。后来他又利用国公爷的悲痛，请了个道士来。道士说萧云锦命中带煞，克死了自己的生母和先国公夫人。国公爷因此厌恶萧云锦，默许张翠花把他送走。萧家大郎当初原本要娶相国家的庶女，
张翠花借口走亲戚，把张苏苏接到府里小住。张苏苏学着先国公夫人的样子，发髻上插着水仙花，故意跟前来请安的萧家大郎撞个满怀。水仙花掉在地上，他一脸心疼的捡起来，小心翼翼插进水瓶，还瞪着萧家大郎说：“水仙是月下落水，骨冷魂清，怎么能这么怠慢？”这句话先国公夫人在世时经常说。萧家大郎一下子想起了王母，就推掉了和相国庶女的婚事，娶了张苏苏。大郎书房里有个架子，专门放王母的遗物。张苏苏借着喜欢水仙的名头，把花搬进了大郎书房。新婚才3年，大郎就跟他母亲一样突然暴毙，大夫都查不出原因。真相一揭开，众人都惊呆了。一个小小的歌姬，为了上位，竟然算计得这么深，害死主母，祸害嫡子，最后还真的成了国公府的当家主母。张翠花哭花了脸，还在狡辩：“老爷，都是别人陷害我，我根本不知道麒麟香木和水仙相克，这都是巧合啊！你要信我。”公公在一旁嘲讽道：“张氏，你的意思是，当今陛下陷害你一个落魄国公府的夫人？”不等张翠花反驳，公公对国公爷拱了拱手：“国公爷的家务事咱家就不打扰了。”说完就转身走了。公公一走，国公爷再也没了顾忌。他抄起院子里的木棍，朝着张翠花的背上狠狠打去，一口鲜血从张翠花嘴里喷了出来。国公爷眼睛都红了，满是恨意：“我打死你这个害死兰心和大郎的白眼狼！”他下手越来越重，张翠花在地上滚着躲闪，拼命爬到萧云舟面前：“云舟，快求求你爹我哦！”萧云舟嫌恶的一脚把他踹开：“母亲，你自己作恶多端，这都是自食恶果。要不是你和张苏苏蛊惑我，我也不会丢了世子之位。”看着萧云舟翻脸不认人的样子，张翠花瞪大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。她一辈子步步为营，都是为了这个不成器的儿子。要是没有他，她当个小妾也能安稳过一辈子。她对着萧云舟尖叫：“我都是为了给你谋前程啊！”萧云舟冷漠地看了他一眼：“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逼你的。”忘恩负义的人对自己亲娘都能这么绝情，在国公爷的棍棒下，张翠花一口一口的呕血，最后没了气息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死不瞑目。国公爷想起张苏苏这个害死大儿子的凶手，转头一看，张苏苏正偷偷往院外挪。国公爷举着木棍大步拦在他面前：“你也别想跑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大郎！”张苏苏吓得双腿一软，跪在地上：“国公爷，我怀的真的是大郎的骨肉啊！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放过我吧！”国公爷的动作顿住了，最后无力地扔掉了木棍。他和发妻感情深厚，大儿子自小在他身边长大，他一直很疼爱他们的死，对他打击太大了。现在张苏苏说怀了大郎的孩子，就算是假的，他也不敢赌。他长叹一口气，念在你怀了孕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低谷认亲。他又指着祖母的方向，嘴50磕头80下，算是给大郎赔罪。张苏苏满脸泪水，却不敢反抗，任由嬷嬷狠狠打他的脸。而刚才还非张苏苏不可的萧云舟此刻却松了口气，觉得自己逃过了一劫。我笑着看向他，声音冷得像冰：“你以为你能跑掉？”我对国公爷说：“国公爷，今日之事，我们沈家需要一个交代。”国公爷指着萧云舟沉声道：“把这个孽障从族谱上除名，乱棍打出去。我萧国公府没有这样的子孙，从小被母亲护着的萧云舟哪里见过父亲这么凶的样子？”他嘶吼道：“爹，我是你的亲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”可国公爷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拄着就仗在仆人的搀扶下走了。听着张苏苏磕头的声音和萧云舟的嘶吼声，我挽着爹娘的胳膊，转身离开了国公府。萧云锦追了上来，他递给我一块羊脂白玉：“沈姑娘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”看着手里这块不算贵重却有些眼熟的玉佩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7岁那年，我跟着母亲去直隶府探亲，路上看到一群少年在殴打一个10岁的孩子，我让家奴上前救了他，又怕他日子不好过，就随手把这块玉佩送给了他。没想到当年的举手之劳，今天竟然救了我一命。缘分这东西真是妙不可言，难怪上一世每逢佳节，他从边疆回来看我的眼神总是很深，好像有很多话想说，却又没说。我对他笑了笑。今日也多谢萧世子救了沈家全族。萧云锦看着我，眼底满是温柔：“你是我未来的夫人，不用谢。”说完，他的脸一下子红了，连耳朵都红透了。我也有些害羞，没话找话：“世子，你怎么知道我有难？”问完我就后悔了，觉得有点唐突。他坦然道：“今天是我兄长的婚宴，我本来就该来，后来出了变故，我也在场。我知道陛下赐婚的深意，就赶紧入宫，用我这些年的军功换了这支姻缘。”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：“沈姑娘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唐突了？”看来他还不知道，我当着众人的面说要嫁给他的是我。红着脸，心跳得飞快。我愿意。他明显松了口气，看到我头发散了，本能的想伸手帮我整理，可手伸到一半又僵住了，慢慢缩了回去。他礼貌地说：“沈姑娘，你的发丝散了，发乎请，止乎离。”他真的很好。我赶紧把头发挽到耳后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临走前，他深情地看着我：“明月，等我7日，我一定用8抬大轿风风光光地引你入门，让你成为全京城最幸福的新娘。”回家的第2天，娘亲带着我去雍清寺祈福，想驱散晦气。从大雄宝殿出来，突然有人从身后捂住我的嘴，口鼻被粗糙的布料死死捂住，一股刺鼻的药味顺着鼻腔钻进肺腑，我只觉得脑袋一阵昏沉，四肢瞬间没了力气，耳边传来娘亲惊慌的呼喊：“明月，放开我女儿！”可那呼喊声越来越远，我眼皮沉重的如同灌了铅，最终彻底陷入黑暗。再次睁眼时，我躺在冰冷的青石板上，身下垫着些干草，粗糙的硌着皮肤，四周是破败的禅房，蛛网结满墙角，空气中弥漫着霉味与香火混合的怪异气息，手腕和脚踝被粗麻绳捆着，勒得皮肉生疼。
嘴里还塞着布团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响。醒了，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，我艰难地转动脖颈。只见张苏苏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汤站在面前，脸上没了往日的柔弱，只剩狰狞的怨毒。沈明月，没想到吧？你机关算尽，最终还是落在我手里。他猛地扯掉我嘴里的布团，我咳了几声，沙哑着嗓子问：是你绑架我？你就不怕萧家和沈家联手找你算账？张苏苏嗤笑一声，蹲下身捏住我的下巴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。算账？等他们找到你的时候，你早就成了一具没人认得出的尸体。萧云舟那个废物靠不住，国公府也完了。可我不能就这么输了。他眼中闪过疯狂的光芒，只要你死了，沈家没了嫡女，萧云锦就算当了镇国大将军，也得乖乖娶我。我肚子里可是国公府的骨肉，到时候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将军夫人，谁还敢小瞧我？我看着他扭曲的脸，只觉得可笑。你以为杀了我，萧云锦就会娶你？他早就知道你和萧云舟的龌龊事，知道你害死了大郎。你这样的蛇蝎毒妇，他避之不及。闭嘴！张苏苏被戳中痛处，抬手就要打我，可手到半空又停住了。他冷笑一声：我不打你，我要让你活着看着我风光无限。这碗药你得喝下去。喝了它，你就会变得痴痴呆呆。到时候我就说你在禅院上香时突发恶疾，失了心智。萧云锦总不能娶一个疯子吧？他端着药碗凑到我嘴边，黑漆漆的药汁散发着腥臭，我死死闭紧嘴巴，头拼命摇晃。张苏苏见状，招呼门外的婆子过来帮忙，撬开他的嘴。2个膀大腰圆的婆子应声进来，一左一右按住我的肩膀，其中一个伸手就要掰我的嘴。就在这时，禅院的门突然被踹开，萧云锦带着一队禁军冲了进来，一身银甲染着风尘，眼神冷冽如冰。好大的胆子，敢动我的人！张苏苏脸色瞬间惨白，手里的药碗哐当一声摔在地上，药汁溅了一地。她踉跄着后退几步，指着我尖叫：萧云锦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根本不想嫁给你。他心里还想着萧云舟。萧云锦根本没理会他，快步走到我身边，小心翼翼地解开我身上的绳索。他的指尖带着凉意，动作却温柔至极。看到我手腕上的勒痕，眼底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。明月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摇摇头，看着他身后涌进来的禁军制服了张苏苏和那2个婆子，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。娘亲也跟着跑了进来，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声音颤抖：明月，吓死娘亲了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张苏苏被按在地上，仍不死心，嘶吼道：萧云锦，我怀了你的骨肉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萧云锦转头看向他，眼神冰冷刺骨：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大郎的死因已经查明，是你用水仙和麒麟香木害死了他，如今又绑架朝廷赐婚的命妇，桩桩件件都是死罪。他话音刚落，国公府的管家带着人也赶了过来，见到这场景，脸色凝重地对萧云锦行了一礼：三公子，国公爷吩咐将张苏苏带回府中，交由官府处置，绝不姑息。张苏苏被拖拽着出去，嘴里还在疯狂咒骂，声音渐渐远去。禅院终于恢复了安静。萧云锦蹲下身，从怀中掏出一瓶药膏，轻轻涂抹在我的勒痕上，动作轻柔的仿佛怕碰碎了我。委屈你了，都怪我来晚了。不晚。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，知道他一定是一路急赶过来，心里一阵暖流。谢谢你，萧云锦。他抬眸看我，眼底满是温柔。我说过，你是我未来的夫人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娘亲在一旁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这时，一个禁军上前禀报：将军，我们在禅院后院发现了萧云舟的踪迹，他已经逃跑了。萧云锦眼神一沉，派人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他犯下的罪孽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是。禁军领命而去。我知道萧云舟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他失去了一切，定会想方设法报复。但现在有萧云锦在我身边，我不再像上一世那样孤立无援，我有了可以依靠的人。回到沈府后，爹爹心疼不已，立刻请了太医为我诊治，确认我只是受了些惊吓和皮外伤，并无大碍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爹爹派了一队家丁日夜守在我的院子外。萧云锦也每日都会来看我，有时会带来京城的新鲜趣事，有时会给我带些精致的点心，陪我说话解闷。这日，萧云锦带来一个消息，张苏苏已经被移交官府，供出了许多事情。当年先国公夫人的死，确实是张翠花一手策划，她还买通了府里的下人，长期给先国公夫人的饮食里下毒，麒麟香木只是加速了她的死亡。我坐在窗边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，闻言轻轻叹了口气。先国公夫人一生温婉贤淑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真是可悲可叹。善恶终有报。萧云锦坐在我对面，眼神坚定。张翠花已经伏法，大郎的冤屈也得以昭雪，九泉之下，他们也能安息了。那萧云舟呢？我问道，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个隐患。萧云锦摇摇头，还没有找到他，他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有任何踪迹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封锁了京城的各个城门，他插翅难飞。正说着，巧玉端着一盘刚做好的糕点走进来，笑着说：小姐，萧公子，这是厨房刚做的桂花糕，你们尝尝。我拿起一块桂花糕放进嘴里，甜而不腻，带着桂花的清香。萧云锦也拿起一块，慢慢品尝着，忽然说道：明月，3日后便是我们大婚的日子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我定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入萧家。我脸颊一红，低下头，轻声应道：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我越来越发现萧云锦的好，他正直善良，温柔体贴，不像萧云舟那样自私自利，忘恩负义。上一世我瞎了眼，
错把榆木当珍珠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找到了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大婚前3日，京城里突然流传起一些流言蜚语，说我被张苏苏绑架后失了清白，配不上镇国大将军，还说沈家靠着军火生意发家，暗地里私通外敌，早晚要出事。这些流言越传越广，一时间沈府和萧府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爹爹气得不轻，拍着桌子怒道：“一定是萧云州那个孽种在背后搞鬼，他自己身败名裂，就想毁了明月的名声，毁了沈家。娘亲也忧心忡忡。这些流言要是传到陛下耳朵里，怕是会对我们沈家不利啊！”我却并不慌张，看着爹爹和娘亲说：“爹爹，娘亲不必担心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们沈家行得正坐得端，从未私通外敌。这些流言自然不攻自破。至于我的名声，清者自清，萧云锦相信我就够了。”话音刚落，萧云锦就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一丝怒气。这些流言我已经查到了源头，是萧云州买通了一些市井无赖散播的。他还勾结了一些对沈家不满的官员，准备在陛下面前参奏一本，诬陷沈家私通外敌。他倒是能耐不小。爹爹冷笑道：“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沈家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我们沈家的军火生意一直都是按照陛下的旨意行事，每一笔交易都有记录。他想诬陷我们，也得看看有没有证据。”萧云锦点点头：“爹爹说的对，我已经进宫见过陛下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禀明了。陛下相信沈家的忠心，也知道这些都是萧云州的阴谋。不过陛下也说了，为了以绝后患，需要沈家拿出证据，彻底粉碎这些流言。证据我们自然有。”爹爹说道：“这些年沈家的军火交易记录都妥善保管着，还有军中将领的证词，足以证明我们的清白。”萧云锦看着我，眼神温柔：“明月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和沈家，绝不会让萧云州的阴谋得逞。3日后的大婚，绝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”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心里充满了安全感。我知道有他在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能一起克服。大婚当日，沈府张灯结彩，一派喜气洋洋。我穿着大红的嫁衣，坐在梳妆镜前，巧玉正在为我描眉。镜中的女子，眉如远黛，眸若秋水，脸上带着娇羞的红晕。这一世，我终于要嫁给真正心仪之人，开启新的人生。小姐，你真美。巧玉笑着说：“萧公子真是好福气，能娶到小姐这么好的妻子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心里既期待又有些紧张，期待着与萧云锦的未来，也担心萧云州会在今日搞出什么乱子。时辰一到，迎亲的队伍就到了沈府门口。萧云锦骑着高头大马，身着大红喜服，身姿挺拔，英俊不凡。他下马走进沈府，目光一眼就落在了我身上，眼底满是惊艳与温柔。“明月，你今日真美。”他走到我面前，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我脸颊一红，站起身，任由他牵着我的手，一步步走出沈府，坐上花轿。花轿缓缓抬起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沿着京城的大街向萧府走去。一路上，百姓们纷纷驻足观看，议论纷纷。那些流言蜚语似乎已经被这喜庆的氛围冲淡了不少。我坐在花轿里，听着外面的喧闹声，心里渐渐平静下来。就在花轿即将到达萧府门口时，突然传来一阵混乱的呼喊声：“抓刺客！有刺客！”我心里一惊，掀开轿帘一脚向外望去，只见一群蒙面黑衣人手持刀剑，朝着迎亲队伍冲了过来，目标直指萧云锦。萧云锦反应迅速，拔出腰间的佩剑，与黑衣人缠斗起来。他的武功高强，那些黑衣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打倒了几个。可黑衣人越来越多，而且个个都不要命似的往前冲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衣人绕过缠斗的人群，朝着花轿冲了过来，手中的刀寒光闪闪。我吓得连忙缩回轿内，心跳得飞快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萧云锦一脚踹飞身边的黑衣人，飞身来到花轿前，一剑挡住了那把劈向花轿的刀。“明月，别怕，有我在。”他的声音透过轿帘传来，让我瞬间安定下来。萧云锦与那黑衣人缠斗在一起，我透过轿帘的缝隙看到，那黑衣人的身手十分矫健，招式狠辣，与萧云锦打得不相上下。打着打着，黑衣人突然撕下脸上的面罩，露出了一张熟悉的脸，竟然是萧云州。“萧云州，你果然没死。”萧云锦冷声道，眼神中充满了杀意。萧云州哈哈大笑，声音疯狂：“我当然没死，我怎么能死在你这个庶子手里？萧云锦，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也别想得到。沈明月是我的，镇国大将军的位置也是我的。”他说着，招式越来越狠，招招都朝着萧云锦的要害攻去。萧云锦从容应对，一边打斗一边对身边的禁军喊道：“拿下他！”禁军们立刻围了上来。萧云州腹背受敌，渐渐体力不支。他看着越来越近的禁军，眼中闪过一丝绝望，突然从怀中掏出一个炸药包，点燃了引线。既然我活不成，那大家就一起同归于尽。众人都惊呆了，没想到萧云州竟然如此疯狂。萧云锦脸色一变，一把推开身边的禁军，朝着我扑了过来，将我紧紧护在怀里。轰的一声巨响，炸药包爆炸了，碎片四溅，烟尘弥漫。我被萧云锦紧紧护着，没有受到丝毫伤害。可他的后背却被碎片划伤，鲜血染红了他的大红喜服。萧云锦，我惊呼一声，心疼地看着他的伤口。萧云州在爆炸中被炸得粉身碎骨，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。烟尘散去，萧云锦松开我，脸色有些苍白，却依旧笑着对我说：“明月，我没事，别担心。”我看着他流血的后背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都怪我，要是我没有嫁给你，你就不会受伤了。傻丫头。萧云锦擦去我的眼泪，温柔地说：“能娶到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就算付出再多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周围的宾客都吓得不轻，国公爷爷赶了过来，看到萧云锦受伤，心疼不已。“云锦，你怎么样？快传太医。”“爹，我没事。”
萧云锦摇摇头，看着我说道：“婚礼继续，我不能让明月等太久。”国公也看着我们，点了点头。好，婚礼继续。虽然经历了一场惊变，但婚礼还是如期举行。拜堂的时候，萧云锦忍着后背的疼痛，一步步完成了仪式。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我心里暗暗发誓，这一世我定会好好待他，与他携手一生，不离不弃。大婚之夜，新房布置得温馨而喜庆。萧云锦送走最后一批宾客。回到房间时，后背的伤口已经被太医处理过，包扎得严严实实。他坐在床边，看着我，眼神温柔。明月，今日让你受惊吓了。我摇摇头，拿起一旁的药膏，轻轻涂抹在他的伤口周围。是我该谢谢你，救了我。你的伤口还疼吗？不疼了。萧云锦握住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”我们相顾无言。房间里弥漫着暧昧的气息。萧云锦慢慢靠近我，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。明月，往后余生，我定会护你周全，让你幸福。我脸颊一红，点了点头，投入他的怀抱。这一夜，红烛摇曳，温情脉脉。我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夫妻。婚后的日子平静而幸福。萧云锦对我百般呵护，体贴入微。他每日上完朝都会早早回家，陪我吃饭说话，有时还会陪我下棋读书。国公府的人也对我十分和善，尤其是国公爷，待我如同亲生女儿一般。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，没过多久，京城里又流传起一些流言，说我是扫把星。嫁给萧云锦后，萧云舟就死于非命，还说萧云锦后背的伤是因为我带来的霉运。这些流言虽然没有之前的恶毒，却也让我心里很不舒服。萧云锦得知后十分生气，立刻派人彻查流言的源头。经查证，这些流言是一些对萧云锦心怀不满的官员散播的，他们嫉妒萧云锦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镇国大将军，还娶了兵部尚书的嫡女，想通过这种方式败坏我的名声，打击萧云锦。萧云锦没有姑息这些人，收集了他们的罪证，禀报给了陛下。陛下大怒，下令严惩了这些官员，流言也渐渐平息了下去。经历了这些事情，我也变得更加坚强。我知道，在这个深宅大院和复杂的朝堂中，想要安稳度日，就不能一味的忍让。我开始学着打理府中的事务，凭借着在沈府学到的管家之道，把萧府的内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赢得了府中上下的一致好评。萧云锦对此十分欣慰。明月，你真是我的贤内助，有你在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我笑着说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们是夫妻，本该同心协力，互相扶持。这日，我正在府中打理账目，巧遇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国公夫人的娘家派人来了，说要见你，态度很不好。我心里一愣，国公夫人张翠花已经伏法，她的娘家怎么还敢来找我？让他们进来吧。我放下手中的账目，平静地说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很快，几个穿着华丽的男女就走进了大厅，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面色不善地看着我。你就是沈明月？正是。我站起身，不卑不亢地说，不知各位今日前来有何指教？那中年男人冷哼一声，指教？我妹妹翠花好心待你，你却联合萧云锦害死了她，还有我侄女苏苏也被你们害得身败名裂，锒铛入狱。今日我们就是来为他们讨回公道的。我看着他们蛮不讲理的样子，心里冷笑一声。张翠花害死先国公夫人和大郎，罪证确凿，伏法是咎由自取。张苏苏绑架朝廷命妇，意图谋害，也是罪有应得。你们若是想为他们讨回公道，怕是找错人了。你胡说！一个中年女人尖叫道，我妹妹和侄女都是被你陷害的，你这个毒妇抢走了苏苏的婚事，还害死了他们，我们绝不会放过你。他们说着就要上前动手，却被府中的家丁拦住了。放肆！我冷声道，这里是镇国大将军府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若是再胡搅蛮缠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就在这时，萧云锦回来了。他看到大厅里的情景，皱了皱眉：你们是什么人，在我府中闹事？好大的胆子！那中年男人看到萧云锦，脸色瞬间变了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说：萧大将军，你夫人害死了我妹妹和侄女，我们是来讨回公道的。萧云锦眼神一沉，张翠花和张苏苏罪有应得，与我夫人无关。你们若是再敢在这里闹事，就休怪我按照律法处置你们。他的语气冰冷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那些人看着萧云锦身上的气场，吓得不敢再说话。萧云锦对家丁吩咐道：把他们赶出去，以后不准他们再踏入萧府半步。家丁们立刻上前，将那些人拖拽着出去了。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安静。萧云锦走到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：明月，没事吧？有没有被他们吓到？我没事。我摇摇头，只是没想到他们会这么蛮不讲理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萧云锦温柔地说：张翠花的娘家人一向蛮横无理，以后我会让人多加防范，不会再让他们来骚扰你。我看着萧云锦关切的眼神，心里暖暖的。有他在身边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能从容应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萧云锦在朝堂上的地位越来越稳固，沈家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。我和萧云锦的感情也日益深厚，很快我就怀上了身孕。这个消息让整个萧府都沸腾了，国公也更是欣喜若狂，日日盼着曾孙的降生。萧云锦对我更是呵护备至，什么事情都不让我做，生怕我累着。可就在我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京城里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西北边境告急，蛮夷再次入侵，而且来势汹汹，很快就攻占了几座城池。朝廷上下一片恐慌，陛下立刻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。萧云锦作为镇国大将军，自然责无旁贷，他主动请缨，要求带兵出征，平定蛮夷之乱。陛下欣然应允，任命萧云锦为西北大将军，率领10万大军出征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心里既骄傲又担心。骄傲的是我的丈夫能够为国效力，担心的是西北边境凶险，他这一去，不
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也不知会不会遇到危险。出征前夜，萧云锦紧紧抱着我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明月，对不起，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却不能陪在你身边。”我摇摇头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你是大将军，为国出征是你的责任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照顾我们的孩子，等你凯旋归来。萧云锦擦去我的眼泪，眼神坚定。明月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尽快平定战乱，回来见你和孩子。他在我额头印下一个深情的吻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暗暗祈祷，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。萧云锦出征后，我每天都盼着他的消息，可前线的消息却越来越糟糕，蛮夷的兵力十分强大，萧云锦的大军节节败退，损失惨重。京城里的流言再次四起，说萧云锦根本不是蛮夷的对手，这次出征必败无疑。甚至还有人说萧云锦会像上一世的萧云舟一样战死沙场。这些流言让我忧心忡忡，日夜难眠。爹爹和娘亲也十分担心，时常来看我，安慰我：“明月，别担心，云锦武功高强，足智多谋，一定能够打败蛮夷，平安归来的。”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，可心里的担忧却丝毫没有减少。我每天都会去寺庙祈福，希望菩萨能够保佑萧云锦平安无事。就在我焦虑万分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萧云锦从前线寄来的信，信中说他的大军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他已经找到了蛮夷的弱点，很快就会发起反攻，让我不要担心，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。看到这封信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些。我立刻给萧云锦回信，让他注意安全，不要为了急于求成而冒险。可没过多久，又传来一个坏消息，萧云锦的大军中出现了内奸，泄露了军机，导致大军陷入了蛮夷的包围圈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京城里一片哗然，那些反对萧云锦的官员纷纷上书陛下，要求罢免萧云锦的大将军之职，并派他人出征。陛下也十分犹豫，召集大臣们商议了好几次，都没有得出结论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心急如焚，想要进宫面见陛下，为萧云锦辩解，可却被爹爹拦住了。明月，你现在怀有身孕，不宜进宫，而且朝堂之事复杂，你一个妇道人家进去也说不上话，反而可能会连累云锦。可是爹爹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萧云锦被人陷害。我哭着说，那些内奸一定是有人故意安插的，就是想害死萧云锦。爹爹叹了口气，我知道，可我们没有证据，现在只能相信云锦，相信他能够化险为夷。我知道爹爹说的有道理，可心里的焦虑却越来越深。我每天都在府中祈祷，希望萧云锦能够平安脱险，打败蛮夷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前线的消息越来越少，京城里的流言也越来越猖獗。有人说萧云锦已经战死沙场，有人说他已经投降了蛮夷，还有人说他被蛮夷俘虏了，受尽了折磨。我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身体也越来越虚弱。太医来看过之后，说我是忧思过度，动了胎气，让我好好静养，不能再胡思乱想。可我怎么能不胡思乱想？萧云锦是我丈夫，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，我不能失去他。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萧云锦的大军突出了重围，并且找到了蛮夷的老巢，一举歼灭了蛮夷的主力部队，平定了西北边境的战乱。这个消息如同甘霖一般，滋润了所有人的心田。京城里一片欢腾，那些曾经诋毁萧云锦的人也闭上了嘴巴。我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，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了。没过多久，萧云锦就率领大军凯旋归来，我不顾身体的不适，亲自到城门口迎接他。远远的，我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他骑在高头大马上，身着银甲，身姿挺拔，虽然脸上带着些许疲惫，但眼神依旧坚定。萧云锦，我激动地喊道。萧云锦看到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立刻翻身下马，快步走到我身边，紧紧抱住我。明月，我回来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眼泪不停地掉下来。你回来了就好，你回来了就好。萧云锦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温柔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平安回来见你和孩子，我做到了。”我们相拥而泣，周围的百姓们纷纷鼓掌欢呼，为萧云锦的凯旋而庆祝。回到萧府后，国公爷和府中的人都十分高兴，为萧云锦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。宴会上，萧云锦向大家讲述了前线的经历。原来大军中的内奸确实是有人故意安插的，幕后黑手就是那些对萧云锦心怀不满的官员，他们与蛮夷勾结，想要害死萧云锦，夺取他的兵权。好在萧云锦早有防备，假装中计，实际上是将计就计，找到了蛮夷的老巢，一举歼灭了蛮夷的主力部队，还揪出了那些内奸和勾结蛮夷的官员。陛下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十分震怒，下令严惩了那些官员，还赏赐了萧云锦许多珍宝，加封他为镇国公，世袭罔替。萧云锦的声望达到了顶峰，成为了京城里最受敬仰的人。而我作为镇国公夫人，也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。婚后第2年，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，萧云锦为他取名萧承泽，寓意着继承恩泽，福泽绵长。国公爷更是欣喜若狂，摆了3天3夜的宴席，宴请京城里的官员和亲友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萧承泽渐渐长大，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深受府中上下的喜爱。萧云锦依旧镇守着边疆，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看望我们，一家人团聚的日子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我也渐渐适应了镇国公夫人的身份，不仅把府中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时常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百姓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。这日，我带着萧承泽去寺庙祈福，遇到了一位老和尚。老和尚看着我，笑着说：“夫人，你命格不凡，历经磨难，终得圆满。你的丈夫是一代名将，
你的儿子将来也会大有作为，你们一家人会平安喜乐，福寿绵长。我笑着对老和尚行了一礼，多谢大师吉言。走出寺庙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温暖而舒适。我看着身边蹦蹦跳跳的萧承泽，想起了这一世的种种经历。如果没有重生，我或许早就成了孤魂野鬼，沈家也会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而现在，我不仅报了仇，还找到了真正的幸福，拥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来之不易，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或许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和萧云锦同心协力，互相扶持，就一定能够克服所有困难，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。萧承泽跑到我身边，拉住我的手，娘亲，我们回家吧。爹爹说今天会回来陪我们吃饭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好，我们回家。牵着儿子的手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没有遗憾，只有满满的幸福与安宁。